这是一摊家里的悲剧，你绝对不敢拿吸尘器给它撸过去。而这是这几年最热门的洗地机，直接撸过去，轻轻松松，毫无压力。这种地狱测试就是所有洗地机品牌都会告诉你的最大优势。不管遇到多悲剧的状况，洗地机撸过去就能干干净净。但身为一个已经用了洗地机3年以上，但却从未拍过任何一集洗地机开箱的专业开箱户，想要告诉你，洗地机干净是真干净，但买洗地机绝对不能只看干不干净，因为你家真的不会这么地狱，反而日常好不好用才是重点。而这在2025年，我觉得洗地机这个类别终于来到成熟、开始值得入手的时候了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究竟2025年的洗地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？今天我们不只准备了天可最新的 S9 Artis Pro 以及上一代的 S6 详细聊聊，我们同样也设计了洗地机专属的地狱测试，测试全程录影，结果摆在眼前，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。对了，帮你扫地机器人社团现在开放讨论洗地机啦，目前已经有34000位版友加入，不管你是要买、想买还是已经买，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讨论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讨论区，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咯。我们今天开箱的是来自天可在国际市场最新发表的 S9 Artis Pro 智慧洗地机。那天可这个品牌或许你觉得陌生，但大家绝对知道，最近因为洗地机器人热度超高的科沃斯吧？没错，天可跟科沃斯是姐妹公司，都是来自科沃斯集团的家电品牌。那虽然说天可过往在台湾比较保守，但实际上他们已经是快要30年的老牌家电厂，也是最早一批推出智慧洗地机的老玩家。那不只是做得早，用数据来说的话，在市调机构 Euromonitor 的最新报告中，天可也是全球干湿吸尘器类别出货量市占第一的洗地机品牌，在对岸或是美国亚马逊也是常年稳居排行榜。不过，如果要把洗地机这个类别讲清楚，我觉得在最开始就要先聊聊2025年的洗地机有哪些必看的重点。首先，洗地机的原理其实非常简单，现在这种主流的风机式洗地机其实就是吸尘器的衍生产品。所以从结构上来说，主要就是关心3个部件：风机马达、水箱设计以及滚筒主刷。那首先就来讲最重要但也最不重要的风机马达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以 S9 Artis Pro 来说，天可采用了230瓦达到22000帕的超大吸力风机，所以从实测上就可以看到，不管是面条、狗毛、头发、蚝油，还是整滩奶茶，基本上都是推拉一遍就能过，可以说是轻轻松松。不过我讲过很多次了，不管是洗地机还是机器人都一样，打扫的效果绝对不能只看帕数，因为只要测试的条件不同，就可以得出各种漂亮的数字。那以现在主流产品来说，各家都是2万上下起跳，但实际上真正影响干净度的是管道、风道、演算法以及滚筒这些整套的设计组成，才是决定清洁效果的重要因素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实测，而不能只看数据的最大原因。比如说，早期洗地机最能用的地方就是头发怎么吸怎么缠，但是到了2025年，防缠绕可以说是2025洗地机的必考题。就以 S9 Artis Pro 来说，我们直接实测，我直接抓一大把长头发直接丢在地上，然后让 S9 Artis Pro 吸进去。你看，完全没有缠绕，就是这么夸张。那原理也很简单，天可在滚筒的内侧直接加上一整排的不锈钢梳齿，当毛发被卷入的时候，这整排齿状结构就会直接把头发从滚筒上分离下来，然后直接从风道吸走，从源头就解决了缠绕的机会。能用跟好用，就是差在这些经过迭代改良的细节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一个重要的部件——滚筒主刷。洗地机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，最终市场上最主流的选择就是我手上的滚筒洗地模组。那滚筒的原理也非常简单，首先洗地机会把清水箱的水均匀地喷洒在滚筒上面，接着在洗地机的内侧我们加上一组金属刮条，所以当滚筒高速旋转的时候，上面的污垢就会被刮条全部刮下来，脏水也会被挤出来。最后，刚才提到的22000帕超大吸力风机，就会把这些脏水、垃圾全部吸到污水箱里面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光说可能你没什么感觉，我们这边可以做个简单的实验。
请出我们测试的老朋友万家香极品香菇素蚝油，我们直接把整根滚筒涂好涂满。接着我们拉开机身，按下 LED 萤幕上的启动按钮，这样就启动了。那右边的按钮我们可以选择模式，我们用预设的自动模式就好。开始测试，你看，光是在原地空转，整根滚筒就可以自己洗到干干净净，非常疗愈。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一堆电动拖把慢慢消失的根本原因，因为洗地机的优势就是在你边拖地的时候，它自己也在把滚筒给洗干净，连回去洗拖把的步骤都省了。重点，洗地机不只可以拖地，地板上面的小垃圾、头发、灰尘、狗毛都不用先扫干净再拖，就是直接用洗地机解决就好。但还是要理清，洗地机和吸尘器是完全不同的产品，两者虽然在清洁上可以互补，但无法互相取代。对了 ，S9 RTS Pro 这次在底部也加上一整条的仿生漆，当你在推拉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刮出地板上多余的水。我目前用下来，就算是亮面瓷砖，也的确不太会有水渍的问题。那2025洗地机最棒的地方是，在用完之后，你只要把整台洗地机推回家，插回充电座，然后按下自清洁按钮，你看它就会把自己洗干净。那以天可 S9 RTS Pro 来说，它不只会自己洗，还会把水加热到85度的高温，用热水自清洁。除了可以更好的把油污洗下来，也可以做到除菌的效果。那如果你害怕不干净，盒装里面有随附一瓶洗地机清洁液，你可以依照比例直接加进清水箱，进一步软化脏污。但老实说，热水就洗得很干净了。有宠物、有小孩的家庭真的不一定要加。而且在一般拖地的时候，天可 S9 RTS Pro 本身就有电解水生成的功能，只要机器在开机的状况下，系统就会自动把清水箱里面的水变成电解水。那电解水本身就可以做到 99.9% 的除菌效果嘛，所以也不用加。那在清洁效果上，我这边也直接实测，把整只滚筒浸泡在特调的酱油蚝油水里面。这是 Before 干净的滚筒，这是 After 泡进酱油的滚筒。我们开始让 S9 RTS Pro 用清水自清洁。好了，我们打开，你看是不是干干净净？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步骤，整个洗到干干净净之后，天可 S9 RTS Pro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马上会自动用热风把滚筒整个烘干，而且只要5分钟的时间就能烘干。那我们也实测，在烘干之前，干的滚筒重量是166克，洗过但还没烘过的滚筒重量是175克，而最终烘干的重量又回到166克了，所以5分钟是真的可以做到烘干的。但必须说，这种5分钟快烘的机型，虽然速度是很舒服，但就是在烘干的时候，给你听，它会需要启动风机，让热空气快速流动，所以是一定会有噪音的。但老实说，你前面都已经拖了10几20分钟，是不差这5分钟就是了。那听到这边非常方便，对吗？但还有3大重点，在买之前一定要注意。第一，管道设计是不是容易残留？第二，有没有智慧侦测，能不能自动调成洗地模式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能不能平躺，有没有电动助力轮设计？首先是很少人会提到的管道设计，但以我这个洗地机老手来说，我觉得这反而是最重要的，尤其是家里面有养宠物的朋友，绝对要注意管道残留的实测。简单来说，狗毛、猫毛通常没有缠绕滚筒的问题，但有养过毛小孩的朋友绝对知道，狗毛湿掉有多黏就有多黏，有多难清就有多难清。别忘了，我们工作室可是有一只地狱级的哈士奇呀！我也帮没养过狗狗的朋友示范一下。光是我现在手湿湿的去摸干的狗毛，你看这种细毛，徒手完全没办法拍干净。那用卫生纸，越来越可怕了。而且狗毛湿掉后，不只会吸水，还会粘在管道上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开箱洗地机最大的原因。因为身为养宠一族，你狗毛吸进去是吸进去了，结果打开来发现整个狗毛堵在洞口，这种东西谁要用啊？而且我用过好几台旗舰机都有类似的问题，那也就变成我得先用吸尘器把狗毛吸光，然后再拖地。这是没养宠物的朋友绝对不会发现的痛点。所以我才说，相当起大家都差不多的大吸力，
滚筒、管道和演算法的设计，我觉得才是影响洗地机好不好用的最大工程，也是对比规格表上绝对无法告诉你的部分。那你看今年最新的天可 S9 RTS Pro， 我就不客气了，直接把整堆的大量狗毛随手丢在地板上，然后全部吸走。完成。我们放回基座启动自清洁。你看，所有狗毛都成功被回收到污水箱里面了。我们把滚筒拿下来。你看底部洞口没有被狗毛塞住，管道也是干干净净。那可以做到的最大原因，我觉得有3个。第一，天可 S9 RTS Pro 的金属梳齿，在接触到狗毛的第一时间，就已经把狗毛从滚筒上分离，尽可能不要让狗毛粘在滚筒上。第二 ，S9 RTS Pro 这次搭载了一套非常灵敏的脏污检测 sensor。你应该有发现，你家里地板肉眼看起来干干净净，但每次拖完水都超脏吧？没错，脏污检测 sensor 的原理就是当脏水从滚筒上被刮下来吸入管道的时候 ，sensor 就会侦测现在的水到底有多脏，然后马上自动调整运作模式。如果很干净，那就用小吸力、小水量做到基础清洁，还能省电。那如果很脏，那就赶快把吸力调大、水量调大，把脏东西赶快从地板上洗掉。那这就要提到 S9 RTS Pro 最特别的地方。细心的朋友应该有发现。这代 S9 RTS Pro 之所以叫做 Artist， 就是设计相比过往洗地机整个很工具、很粗犷的外观，天可这次采用了 IMD 技术，打造了一块水晶饰板，在不同角度下可以看到自然的光泽感。不过我要说的重点是上面这一个，它有一整圈均匀饱满的 AI 极光脏污提示环形灯，所以结合我们刚才说过的脏污检测，你看原本滚筒干干净净的时候，这圈就会是蓝色的提示灯，非常漂亮。而当系统检测到脏污的时候，你看这圈开始有红色加入，变成蓝紫配色。然后这时候你听，S9 RTS Pro 也自动调高吸力，加大水量，让脏污更快清洁完成。有一次我在拖地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超耐磨地板嘛，冰箱前面肉眼看起来很干净，结果拖过去的时候，整圈变红，一盏蓝灯都没有，才发现，怎么摸起来黏黏的？所以比起凭感觉打扫，有这圈提示真的非常直觉好用，你就不用弯下去摸有没有干净了，反正就是看这圈，如果还有亮红灯，那这块就是多拖几次；如果是蓝的，那就代表干净了，没太大问题。并且这个脏污检测不只是在拖地的时候才会检测哦，天可 S9 RTS Pro 在把自己洗干净的时候，你看环形灯也会不断自我检测，如果还很脏，就多洗几次才会干净。那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天可 S9 RTS Pro 是可以连接 App 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加清洁液的话，要记得在 App 里面把清水改成溶液，这样 Sensor 才可以正确判断脏污状况哦。对了，我想分享一下洗地机我自己的用法，建议是同一个区块前后推拉2到3次以上，而不是水过去就算了。第一遍其实灰尘脏污就全部都起来了，而第2遍主要是让洗地机的滚刷可以更深入超耐磨这种纹路缝隙，到第3遍基本上就干净了。那因为洗地机的效率是很高的，所以就算是我这样来回拖拉3次，以一般25到30平的家庭来说，快的话也就是10到15分钟就能整个拖完。所以我通常都是直接整间拖2次，中间洗地机会将用热水洗1次拖布，这样的瓷砖绝对可以干净到有阻力，超耐磨地板也是干爽舒服。那最后一点，2025洗地机必备的功能就是平躺。天可 S9 RTS Pro 同样可以做到平躺，躺下来后的高度只有 12.85 公分，所以一般床底下清洁也没问题。那我们实测在平躺之下，狗毛、奶茶、面条也都是可以成功清除。最后，我想聊 AI 全向助力轮。那这不是每台洗地机必要的，但如果你今天买的是高阶产品，那整台洗地机的重量肯定不轻。那有助力轮，怎么一直浮出人脸？有助力轮的话，绝对会更加省力。简单来说，你看它左右两侧有2个大大的轮子，那这2个轮子是有动力的，所以你在移动的时候就会更加轻松。那以前的洗地机就没有助力轮了吗？有，但大部分只是前向助力。
也就是洗地机会自己往前走，但你往回拉的时候，反而会觉得会在帮倒忙，感觉它在跟你拉扯。那更高阶的机种大都也有双向，也就是你往前，它往前；你往后，它往后。而天可这是特别的地方，它这个助轮是全向的，它不只会帮你往前，帮助你往后，你停着，它也会停着。那透过内部的陀螺仪，现在你要转弯的时候，它也会针对转弯给出适合的动力调整。那在最新的韧体版本中，我觉得是真的有省力，而且前后给的动力都稳定许多。在 App 里面，你可以手动调整助力轮的辅助强度。那因为有前后助力轮嘛，所以天可还加入了个好用的功能，叫做自动直立。当你关机的时候，以前都要自己脚踩住，然后直立，结果拿起来常常会残留一点点脏水。而现在不用，天可 S9 RTS Pro 关机的时候，你看它会自动倒车直立，然后也就顺便把残留的脏水也吸干净了。好，那关于2025洗地机的一些基本功能，我就不浪费时间展开，快速带过。天可 S9 RTS Pro 同样采用清水箱下置的设计，比起放在上面，除了更加省力，还可以对地面加压，更容易把脏污擦起来。那灵活转向也是基本。2025高阶洗地机贴边也是基本了，这边也示范3贴边时分别的表现。那清水箱采用侧边加水的设计，方便好用。那机身现在没有清水箱了嘛，所以天可直接塞了一组6250毫安时的超大软包电池，除了更耐用，也提供了75分钟的续航以及3.5小时的快充。那在我的体验，大概25平左右，来回推拉2-3次，其实也只要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。而在自动模式下，15分钟掉电22%，所以一般家庭整个拖2次是超级够用的。那所有的脏水都会被回收到这个污水箱。一般来说，拿起来就已经做好垃圾跟脏水的分离。如果都是狗毛，那你可以把脏水直接倒在污水箱滤网上，做到手动过滤，然后冲一冲，晾干就好。这现在都很成熟了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最后我们就来聊聊选购建议。洗地机适不适合入手，我觉得就取决于坪数跟对地面的要求。像是家里面很乱，不适合机器人，或是对地面要求就是要光脚，不要沙沙的，希望完全干爽。那洗地机的清洁能力、效率明显都比吸尘器、机器人来得更高，但同时千万不要看了广告哇，可以吸走整坨泡面，可以吸珍珠奶茶相信我，这种几率真的是少之又少。洗地机好用就好用在你本来就有打扫习惯，而这个工具可以帮你省下1半以上的打扫时间，让体验更加舒服。对了，为了这期节目，我们也是到处收集了各种过期食物，所以没有食物被浪费，不用担心。那天可 S9 RTS Pro 的定位大概就是高阶机种。那台湾官方我觉得这次蛮成立的，除了直接给2年保固以外，第1年有问题的话，更是不维修直接换新机，这点真的挺舒服。我觉得比较酷的是，官方也直接写不用比价，淘宝也看不到这个价格。真的吗？话说，天可其实还有超旗舰的自动上下水顶级产品线，或是高阶自动上水，又或是蒸汽拖地这些更高定位的机种。真的期待天可可以更积极的引进这些产品，有机会再开来跟大家分享。好了，节目来到了尾声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，这期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洗地机社团，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、想要知道的问题，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